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情，让萧初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便是爸爸和妈妈，包括自己，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人，在自己这很普通的一家三口身上，是不会发生什么奇迹的，也不会有什么天降横财和好运连连。所以，只要分析一下自己一家三口，在过去这几年里遇到的所有感觉不可思议或者运气爆棚的好事，那基本上都是叶晨在背后促成的。爸爸以前在萧家都抬不起头来，后来却能成为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这肯定也是叶晨在背后帮忙运作。可最丢人的事情是，叶晨给爸爸搞了这么一个常务副会长的职位，没想到爸爸竟然还搞出一个丑闻来，把这个职位丢掉了。丢掉之后，又是叶晨出面，又帮他找回来一个领导层的位置。所以说起来，爸爸虽然不像妈妈性格那么嚣张跋扈，惹是生非，但其实也没少给叶晨添麻烦。一时间，萧初然内心无比惆怅，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唉声叹气。叶晨见他兴致不高，赶紧关心地问他：“老婆，你怎么了？”萧初然抬头看着叶晨，勉强地笑了笑，撒谎道：“没事儿，可能是起早了，有点累吧。”叶晨感觉自己猜出了萧初然不开心的缘故，于是便低声说：“爸妈就这个性格，你也清楚得很，所以就别往心里去了。”叶晨觉得一定是老丈人和丈母娘今天早上搞了这么一出，影响了萧初然的心情。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自己只猜对了2/3，影响萧初然心情的人有3个，除了老丈人和丈母娘之外，还有自己。那个理性的中年男人老实下来，头等舱休息室里也一下安静了不少。马兰依旧面带得意的笑容，他把自己刚才的胜利定义为一场绝杀，这种酣畅淋漓的装逼成功感，让他的内心十分得意。萧长坤也有了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时不时还用挑衅的目光看向那个已经有些唯唯诺诺，甚至躲躲闪闪的中年人。那男人连余光都不敢看向他们，索性把脸转过去，只露个后脑勺。叶晨和萧初然都没有吃早饭的兴致，但马兰和萧长坤却胃口大开，两人也拿了不少吃的喝的，边吃边拍边发朋友圈，十分开心自在。在休息室坐了几10分钟，服务人员来到跟前，恭敬地请他们4人前往登机口登机。这架飞机只有8个头等舱座位，每排4个，叶晨一家刚好是第1排，第2排便是那理性的中年男人和他的年轻老婆。两人自从登机就故意慢了叶晨一家半拍，待叶晨一家人登机之后，才磨磨唧唧地上来。上来之后便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一路都十分安静。马兰和萧初然为了维持已经在那两人面前装起来的逼格，一路上也没有各种拍各种聊，刻意摆出一副经常坐头等舱的架势，这倒是让叶晨心里庆幸。好在这2拨人在上飞机之前就碰了碰，碰完之后再上飞机，大家都安静了许多。经历了数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在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降落。马累很小，机场也很小，不过目视可及的远机位几乎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私人飞机。作为全世界的度假胜地，虽说本地经济发展很一般，人均 GDP 也不怎么样，但这里却吸引着全世界的顶尖富豪前来度假。富豪之所以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风景很好，海水很好，气候也很好，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群岛国家，这个国家有上千个大大小小完全不接壤的岛屿，有的岛屿是专门给本地人居住的，这种岛屿更像是密集居住的贫民区，但更多的岛屿则是直接租给了世界各地的顶尖酒店集团以及顶级富豪。这些酒店集团和富豪在租下一个风景优美的岛屿之后，便会耗费重金将它打造成极尽奢华的度假胜地。而这些富豪们除了乘坐飞机在首都马累降落之外，都不会与本国的国民有任何接触，所以当地相对落后的经济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们度假的感受。飞机落地之后，一家4口出了海关，便看到最显眼处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身穿白衬衣、黑西裤，
手里举着一个写了叶先生及全家的牌子。在他身边还有3名与他穿着一致的年轻人，其中1人举着牌子，上面也用中文写了李先生及夫人字样。这些人肤色都偏棕色，看起来就算不是本国人，也应该是南亚人。白马岛不愧是马尔代夫最奢侈的度假岛，这几位接机的工作人员胸前都有白马岛的 logo 刺绣，以及写有自己姓名的胸牌，手里举着的牌子都是以 LV 经典花纹作为打底，也带着白马岛的名称，十分考究。叶晨见是接自己的，便冲几人招了招手，4人立刻小跑上前。为首举牌的年轻人见他们一行4人，便用娴熟的中文恭敬地问他：“您应该就是叶先生吧？”叶晨点点头：“我是。”对方恭敬不已地说：“叶先生您好，很荣幸能在此为您和家人提供服务。我是您未来4天在白马岛的管家哈尼，这3位是我的同事，其中2位专门在机场负责接待贵宾，您的所有行李都可以交给他们，他们会帮您和家人将行李运到水上飞机。我带您和家人到贵宾室稍事休息，等水上飞机准备好之后，就带您登机飞往酒店。”叶晨微笑道：“你中文说得很不错啊。”哈尼客气地说：“谢谢叶先生的夸奖。为了服务好华夏的客人，我专门学了多年中文。在白马岛，我们能够提供全世界最主流的10大语言服务，让您和家人到了岛上更有家的感觉。”马兰在一旁感叹：“哎呀，这顶奢的岛就是不一样。我来之前还担心自己英语不好，不方便沟通，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有这个顾虑。”说话间，李姓的中年男人与老婆也走了过来，见叶晨4口正与接机的工作人员攀谈，特意看了看工作人员衣服上的 logo。当发现对方是白马岛的工作人员时，他脸色有些难看，郁闷不已地对老婆说：“姓马的老女人跟咱们去的都是一座岛，说不定一会儿要坐同一架水上飞机，你一定注意言辞，尽量别乱说话。”